朋友们，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在做了一件让自己十分后悔的事情后，就想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就好了。那么，如果时间能重来一次，你真的就不会再做出那个让你痛苦的选择吗？在当下的大多数人呢，一直都固执地认为，生活之所以会不如意、不顺心，就是因为遇到了外在的这些人事物。如果不是遇到这些人或事，我们就不会有痛苦。那么这个引起我们痛苦的外境，能不能在它们发生之前就避免掉呢？这里呢，就涉及到这个外境到底是怎么来的问题。我们凡夫都害怕结果，常常习惯于把原因归结于外在因素，比如运气不好、遇人不淑，但从来没有意识到，是我们自己创造和选择了自己的生活现状和所处的环境。他们会觉得，是因为外界情况所迫，我只能这样，把一切原因归结于外在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跟着一个朋友去了酒吧，在酒吧里认识了一个帅哥，然后就产生了感情，帅哥也对你很好，然后你抛弃了现任，去跟这个帅哥在一起生活了。但是随后这个帅哥就骗光了你所有的钱，跟着他女朋友跑了。这是个结果，他给你带来了一个不好的外境，于是你就开始痛苦了。那么这个外境怎么来的呢？是不是来自你的选择？是你的每一个选择确定了后续的剧本。那么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一次，你会从哪个地方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呢？我想大多数人会说，那我就不去酒吧了，之后就不会遇到那位帅哥，也就不会产生感情，不会有后面的悲剧。那么你怎么样才能不去酒吧呢？你是不是得有一种认知或者观念，认为你没有理由去酒吧？也就是说，你为什么不去图书馆？为什么不去咖啡厅呢？到底是什么让你选择去酒吧呢？分析到最后让你做出这个选择的，是不是你的起心动念，也就是你的执念？什么是执念？简而言之，就是你对事情产生了一个看法，然后一直抓着这个看法不放，这就是执念。看法怎么来的？或来自你的童年，或来自你的成长教育环境，或来自你小圈子潜移默化的影响。那么你为什么会执着这个看法或认知呢？因为你做一件事的时候，这件事是不是会给你带来觉受，让你产生情绪？比如看美女，让你很开心，让你很过瘾，你很喜欢这种觉受。那么当你不断遇到这一类外在人事物的时候，你内在就会自动化、机械化地产生这种念，然后自动去捕捉这种场景。比如在大街上逛街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关注美女，也就是说，不论对面来了几个人，在你的眼里可能就只有美女，从而忽略掉或者看不见其他人。你看到的世界就只有美女，只有你的执念。通过这种外在和内在的反复熏习，就形成了你的习性，变成了你察觉不到的潜意识。所以你做出的选择，看似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实际上是你的习气在操控着你。而每一个情绪背后都对应一个执念。所以你为什么选择去酒吧？因为你的习气让你认为去酒吧能让你快乐，能让你认识到靠谱多金的帅哥。你对酒吧里有帅哥的看法是你的念，而你坚信你的念就是执念。又比如有很多人被那种高息的理财产品骗得血本无归，有的人甚至知道是个骗局依然投资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别人跑得快，能带走一些利益。我们通过这些总结分析发现，每一个结果的背后都是我们的习性以及执念所导致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让你不带记忆的回到过去那个时间节点，
那你依旧还是会做出相同的选择，因为习气没有变。换言之，就算你带着记忆回到过去，那你在这件事情上可能会避免被骗，但之后一定会有另外的类似的境遇出现，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地点，因为你没有意识到是习气的问题，你只以为是运气不好，遇人不淑，所以你还是会在同样的地方跌倒。所以你如果想避免这个结果，那是不是就要改变你的习性，改变你的观念，也就是要改变你的起心动念。只要你对某个看法、某种情绪一执着，你就会在这个执念上叠加出更多的执念和情绪，也就是你看到的和你想到的都会与你的执念有关，念念相续，再通过情绪的推动，最终让你做出选择，并匹配对应的结果。所以只要改念，是不是就能改变结果？但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改呢？因为我们对尚未发生的结果，总觉得永远跟自己无关，什么时候发生了才会去后悔。就像我们身体没出毛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去关注健康养生的，哪怕知道这个吃了对身体不好。所以说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。真正的上医不治，以病治未病。凡夫害怕的永远是结果，只要结果没出现，就会抱有侥幸心理。比如我就吃一点点，对身体不会怎样的，我再赚点就走，这么多人都还在里面呢，应该没事。他们不明白所有因果逻辑的链条，在习性的推动下，必然会产生一种结果，而不是当结果出现了，你才能找到原因。所以觉悟的人他知道，只要有这样的起心动念，就必然会产生那样的结果。他最终被骗被坑，只是这个信念的变现而已。人生所有的结果都是这样子的，你可以回头去看看，细品你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，你就会明白，人生所有的结果都是你信念的变现。你的执念，你的习性，在不经意间推动着你每个当下做出决定，并产生相应的对境。所以什么是悟后起修？就是当你明白了背后的真相和运作原理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从哪里着手。所以你想改变人生，不时刻警醒觉照心念上的变化，那大概率你的剧本是不会改变的。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再延伸一个问题。在之前呢，有人问我，说觉照到自己的心念后，念头却并没有变淡，依然按着以前的习性做了，应该怎么办？其实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呢，存在着一个隐性的预期，就是当提起觉知之后，自己受到习性的影响就会消失。但是现实并不是如此，现实与预期的差距就导致了这个困惑的产生。所谓的觉照到呢，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知道即可，不迎不拒。而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，恰恰是提起觉察后，对于观察到的现象起了评判，对正在发生的现象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，于是就会在现象上纠缠，而细微的嗔心就会在心中酝酿，烦恼就滋生了。其实这个问题更妥当的面对方式，是允许现象的存在，让它如实的发生即可。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去评判现象，比如最开始观察到的习性，当观察到后，就会对习性的表现产生评判。如果继续观察到了评判本身这一现象，又会去评判那个评判本身，如此又是一层新的评判。可以看到，从提起觉察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们一直在新发生的现象中做各种取舍。也就是说，提起觉察的那一刻，既是正念的开始，同样也是正念的结束。正念仅仅只是存在了那一刹那，
而下一刹那就又被现象所迷惑了。所以，觉照呢，就是在帮助我们剥离现象的迷惑性，让现象如实的呈现即可。是好是坏，那都是妄加分别，都会让我们在好坏的评判中遗失正念。像上面的那个问题，就是对于延续过往习性的这个现象上，产生了坏的评判，从而引发了细微的嗔心，嗔而不离，烦恼就滋生了。这样的状态下，正念本身就已经遗失，所以习性变淡的预期就更加难以实现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如何解决习性的重点，并不在于解决本身，因为越想要去解决，就说明越执着在问题之中，而执着其中，就是造成问题的罪魁祸首。所以，解决似乎成了问题不能够被解决的帮凶，这也就是有为的心法的局限。而觉照是无为的心法，在有关照觉察的前提下，它会让一切现象如实的发生，而不再在内容中妄生造作。能够熟练地掌握这个心法的人呢，会在各种现象中彰显自在，内心趋于平和。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，再去观察现象的规律与本质，就能够更加清晰明白了。这就是先觉而后察。觉就是不再在现象中沉浸迷惑，察就是对现象如实的观察总结。习性的特点呢，就好比我们在高速路上开车，然后前面有个车急停了，在看到我们和对方车辆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情况下，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想到并执行的解决办法，往往就是急刹车。那么车在高速的前提下刹车，它会立马停下来吗？我们都知道不会，因为车速过快，它还有一个惯性，所以如果跟车距离很近，采取刹车，结果可能还是会追尾。车尚且如此，我们的习性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只要认识到习性本身的特点，就很少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了，自然也就不会因为现实与预期不符，进而产生苦恼了。对于一个现象，我们能够认识的越客观，我们就能在现象中越自在；而越主观，说明自己越沉浸其中，对现象的了解就越片面，而那些主观片面的预期，就越会成为我们苦恼的助缘。而认识的客观，它就来源于如实的觉照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